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讲世界上哪一个的恐怖情节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今天这一则是发生在美国。对，那这个人的经历，其实我觉得他还蛮有趣的，甚至我想问大家哈，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比较特别的梦？不是预知梦，而是在梦，算是噩梦吧。在噩梦当中，你看到一个像是鬼魂或灵体的东西出现在你的梦当中，骚扰你，然后最后它也在你的现实中出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呢？没有错，今天这个恐怖怪谈，这个人所碰到的经历就类似这个样，但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体质还蛮敏感的人，因为一般正常人应该是不会碰到这么多状况，而这个人他的状况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至于他碰到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我本来不打算分享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开始怀疑，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好几件相关夜晚造访的经历，全部都透过梦境发生。我会从最近一次开始说，然后倒数回之前的几次。上周五2025年1月16日，我跟姐姐侄女们出去吃饭，大家玩得很开心。回家后我就睡了。那晚我做了连续几个梦，内容都很乱，跟平常一样。但其中一段，我跟我妹妹不知怎么突然从前一个梦境场景就直接跳过来了，走进了一间老旧的像是废弃的教堂。教堂里面是暗沉的灰绿色哥德式的设计，没有开灯，但有微弱的阳光从彩绘玻璃透进来，所以不算太暗。我们没有走进建筑物或开门，就这样瞬间从前一个梦直接出现在教堂的内部。我的位置在右侧，进来的地方就是一排排长椅开始的位置。我记得妹妹说了一句类似这不过是间教堂嘛之类的无辜话。注意，这一切细节发生在短短几秒内。她话刚说完，一个鬼魂从她左边教堂的左侧冲了出来，直冲向我。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她的样子，一个老太太，但感觉没有性别，只是灵体，全身灰褐色，近乎骷髅，披着褐色兜帽的斗篷，没有眼睛，嘴巴也是骷髅的形状。鬼魂直接冲向我，好像穿过我的身体，特别是穿过我的胃部。我立刻惊醒，喉咙发出咕噜一声喘气，全身剧烈发抖。从睡眠状态醒来时，我还记得自己侧躺在左边，抖得像被攻击一样。1-2分钟后，我翻身仰躺，开始思考这到底是梦还是真的，因为感觉太真实了。我看手机是凌晨1点25分，几分钟起床时，我发现胃部有点酸痛，就在梦里鬼魂冲进去的那个位置。这立刻让我警铃大作，我确信潜意识领域里有东西真的在我睡觉时攻击我。之后我下定决心，如果有东西在睡梦中攻击我，我就要把它赶走。我拿出圣木，一边熏自己的空间，一边念祈祷词，以防万一。大概熏了半个小时后，我终于觉得安心，剩下时间就放松，试着不去多想。虽然到现在星期五之后还没有发生什么，但这件事立刻让我想起1个月前12月初类似的经历。那天我熬夜看了几部恐怖片，没什么特别吓到我的，也没留下什么印象，但不知为何我感觉房间怪怪的，特别是从院子路灯透进来的柔和光线，好像有东西在那道光里成型，但我没有太在意。那时已经过了凌晨2点，我开始昏昏欲睡。在梦里有一段特别清楚，我看到一个黑影从我卧室紧闭的门进来，站在那里看着我。我现在大致还在发抖，那黑影没有明显的特征，但我记得自己相当的震惊，因为她看起来很像我妈妈，身形瘦小，微微驼背，看起来
很老，但感觉有恶意，嘿，立刻冲向我，就像我面前描述的，我感觉它穿过我的灵魂，我发出很大声的喉咙喘气，全身剧烈发抖，像被灵体攻击了。完全清醒后，我环顾四周，看看是不是真的。我完全震惊，真的感觉那东西攻击了我。我看手机，凌晨3点，我只睡了1个小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起床，如果没记错，我念了几句保护祈祷，虽然我不是很专业，然后烧了鼠尾草之类的东西，以防有什么东西真的在。我紧张了好一阵子才冷静下来。那晚我熬到天亮。好，现在回溯到更早之前，又一次类似梦境与灵体的造访。这件事发生在11月16号早上，我记得日期，因为我当时试着回想细节，还传讯息给家人说刚刚发生了什么。我睡着时梦到自己在妹妹家，她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那里，很奇怪。我记得自己在她家附近散步，梦里的社区看起来有点不同，但梦就是这个样子。走到大马路、高速公路，然后走回她家。回到院子时，我立刻发现前大门大开，但我离开时明明已经关好了，所以梦里我知道有鬼进来，把门打开，我进去关门，床就在门口。之前根本没有床，在我梦里也觉得很怪。我趴在床上那一刻，场景瞬间切换到我老家主卧室，我实际睡觉的地方，然后怪事开始。就在这时，我感觉并听到床尾嘣一声，我立刻惊醒。我还在半睡半醒状态，意识到有东西引起我的注意。我趴着，完全静止，电视开着，因为虽然眼睛闭着，我还是看得到房间的光，但电视在睡眠模式，所以房间完全安静。我感觉床尾就在我的脚边，有东西轻轻的碰撞，但我知道我的脚完全没有动，全身都没有动，但我一直感觉有东西在床尾撞。我躺在那里，试着处理这件事，试着微微睁眼，看看有没有东西。我没有坐起来，也没有翻身，就趴着把视线转向床尾。但真正把我完全惊醒的是，我感觉到有东西躺在我的左边，我趴着，所以是在我的左侧，床在那个位置明显下陷。我跳起来，那个东西好像也跟着起来。我让眼睛适应一下，环顾房间，什么都没有。我立刻拿手机看，大概凌晨5点快6点，然后传讯息给家人说刚刚发生了什么。那次很怪，但我想最近有东西常在夜里造访我，这让我想起多年前2006年和2007年在老家主卧室发生的许多怪事。那2年特别的活跃，尤其睡觉时，我常常听到啪啪声在房间里来回弹跳，还有耳语。但有一晚，我听到这些声音加上微弱的笑声耳语，然后听到电脑转椅，就在床边有人坐下，我瞬间惊醒，坐起来大喊什么鬼？一坐起来，所有动静全停，但那感觉东西还在转椅上，就在我床边，真的太疯狂了，我永远忘不了。但有一个特别的清晨，我睡着时，清楚听到床边耳朵有人轻声说醒来了，一遍又一遍，声音很平静，但太清晰，立刻吸引我的注意。我慢慢清醒，记得耳语在我睁眼那一刻才停。我躺在那里很震惊，看着床边刚刚传出无形耳语的地方。我拿手机看了时间，迟到了。当时我负责载我妹去上班，她车子坏了，我用我妹妹的车，我会载她去工作。6点要到了，然后7点去接我妹妹下班。那天早上我闹钟没有响，不知道怎么睡过头，那耳语其实也把我吵醒了。我跳起来看手机，发现妹夫妹妹打过或传简讯，我完全没有听到。我冲去开门，她已经在车道等了。我得赶紧换衣服准备。所以那次另一边的东西真的帮了我。但如你所见，多年来我一直有夜晚来自另一边的造访，有些是好的，有些则不太友善。好，介绍完今天这则怪谈哦，其实要怎么说呢？有人做梦的时候，有时候会把现实跟那个梦境会搞混，但是又很奇怪的就是，今
有时候现实会搞混，对不对？但是你醒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梦全部忘光光。那当然有一些人有解释，那当然甚至有一些人说你的那个梦境的意思是跑到那个别的那个次元、别的宇宙去了，所以说你记不起来你在那边发生的事情。那这个经历的人会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很清楚，他记得他梦境当中有些什么。照理来讲，一般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然后这些东西的出现，去影响到他的从梦境中去影响到他的现实生活，觉得这个有点蛮特别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那个故事或传闻哈。那其实有时候在想，为什么他这么容易吸引这些灵体跑去找他呢？我在想，会不会有可能他就是我们台湾常在讲的，有可能有什么天命啊，就什么神佛的天命啊，然后你是什么观世音菩萨的什么弟子啊，或者是他的有缘人啊，所以说你要去做修行这样子。但是因为欧美国家没有这样的一些概念，所以他是不是碰到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呢？想要把他驱逐走呢？可是问题是，假如这是他的命的话，他是没有办法驱逐，他只会一直吸引来更多。因为你讲有天命的话，其实有听说有人啊，就是有天命的话，就是常常会周边会常常去聚集一些好兄弟啦。那有一些人是想要请他帮忙，然后有一些人就不知道干嘛了，对不对？谁晓得？但我觉得这则还蛮有趣的啦，所以说评分的话，我大概给他4颗星啦，是没有虽然他有一些恐怖的画面是在他梦境当中，可他现实也碰到了，所以说还是可以到4颗星，因为太特别了。好 ，OK， 那今天的恐怖怪谈就到这个地方为止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咿呀嚓嚓。